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北京民宿无妄之灾；第二个，习近平在党校讲话透露的信息啊。那么党校，我们今天直播1的节目讲了一嘴，但是没有展开，因为我们的主题不是这个。那我们今天就专门讲这个，专门讲其中一段。到底说什么呢？先说北京北京明年2月要开北京冬奥会，那么北京冬奥会之前就开始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呢？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就是民宿民宿呢，最近北京的民宿就遇到了无妄之灾无妄之灾。8月20号，北京市通州区的网信、公安、住建联合召开这个规范短租住房经营管理工作部署会，要求途家、Airbnb 或者爱彼迎去哪儿、小猪短租还有是同城艺龙、携程、美团、木鸟、飞猪9个短租平台7天之内把不合规格的房源下架那么当然，这个会议不仅仅限于这个通州，实际上是北京全市的。现在中国做事中国政府做事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经常是用这种局部性的东西来代替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之前有个专题叫无痕施政，中共现在各个领域都用无痕施政然后就现在的情况就是包括爱彼迎、小猪民宿，还有途家网已经将北京地区的大部分的房源下架那么这次基本上民宿大概有70%的房源已经下架那么爱彼迎的一个房东介绍说，这个房源下架之后呢，你要上传大量的资料才能重新上架。他要求的资料是什么呢？去派出所签一个治安责任保证书然后是业主同意书，然后是营业执照，然后自然人商户声明、房产证、业主的身份证明、经营者的身份证明，还有就是小区这个管委会或者是业主委员会或者是物业公司的同意证明然后你要拿到这所有的证明，然后上传，你才有可能重新上架。那么去年的12月24号，这个北京市住建委加上公安局、网信办还有文旅局发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就是关于规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然后这个讲了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民宿带来的治安和扰民的问题。还有就是2021年2月1号，北京的首都功能核心区，就是东城区、西城区，不准经营民宿其他的区呢，经营民宿也会受到限制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通知明确要求这个民宿的经营者做几件事第一个，业主同意书然后要签保证书，前面就有讲。然后就是住宿者入住前要当面核对住宿人的身份证件的信息，然后即时通过规定的信息系统申报登记，不得向无合法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人出租房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平台应当这个检验这个经营者房屋状况，不得公开不符合这个资格的房源资料，然后违反就这个治安条例处罚然后这个通知之后呢，把这个经营民宿和经营酒店拉到同样的要求，因为现在呢，在中国住酒店你当然要实名制，要扫描这个身份证明文件，然后还要上传到公安的系统所以呢，公安通常实时可以掌握酒店里面住客的身份资料
那么基本上来说，在全中国民宿市场，北京最大啊，北京是全中国民宿规模最大的一个城市。那个去年7月份的数据，北京民宿房源数量为42000间啊。那么北京的民宿当然其实主要不在市中心，主要是集中在延庆、昌平啊。那么至少有10万个单位啊。那么民宿当然比酒店便宜啊，而且还有一些特色民宿，特色民宿的吸引力是很大，一直吸引游客。但是呢，民宿有一个对公安来说有一个不喜欢的东西，就是因为他没有身份登记啊、备案这些，就是公安需要的那套东西啊。所以呢，住建委说，这个民宿业者、经营者、短租者都要去把他们的就是住客的资料上传到他这个系统，就公安的这个身份系统上面去。那么其实呢，最近为什么民宿会受到关注？因为最近有一系列的重要的事件影响啊。第一个就是环球影城，北京的环球影城9月1号开始试营业啊，那么是9月20号是正式开幕，所以呢，民众这个关注度非常高，甚至这个黄牛党也在炒这个门票，炒到一张门票炒到5000块钱，这个非常疯狂。然后周边的这个民宿相当紧张啊。那么乐园里面只有2家酒店，总共只有1000个房间啊，方圆3公里也只有20间酒店，5公里有50多家啊。那么通州公安局8月24号公布，环球影城开园会带动周边的民宿发展，要严防违规违法的这个影响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次北京开始整治这个民宿核心的问题，倒还不是环球影城啊，环球影城有短暂的影响，真正的有影响的就是明年的北京冬奥会啊。北京冬奥会是2月4号到2月20号举行，有2个会场，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北京的延庆，一个是河北的张家口。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2个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就是疫情，所以你可以看啊，这一次为什么要在这个8月份打10亿，把覆盖10亿人群，然后在十月份现在要求的是10月份完成11亿覆盖啊。中国有14亿人口，那基本上的概念就是到明年2月份，意思就是到明年二月份之前就要全覆盖，基本上要全覆盖，因为还有一些小孩，还有一些老人不适合打。你把这2块刨掉的话，基本上打到11、12亿也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就打完了，等于是打疫苗目标当然和当前的疫情有关系，但是把这时间节点设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那你可以看到，显然就是瞄着这个北京冬奥会。那么这次北京整治这个民宿，你当然可以讲也是针对民宿市场的情况，但是也是瞄着这个北京冬奥会啊。那么，延庆是北京的北郊，张家口是3线城市，那么旅游基础设施都相当的缺乏，所以延庆的民宿大量的出现，原因就跟北京冬奥会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很多是整村的改成民宿，开发旅游业。那么如果如果你现在啪一下用这种方式把民宿全下架，民宿一下架就没生意做了，基本上这样。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它到底是啥意思啊？是不让它开呢，还是让它钻到一个比较小的这个馆子里面继续生存呢？现在不清楚。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他设定的这些条件有难度，但也不完全是做不到。最难的难度是什么？管理处出这个同意书啊，那么很多管理处是不喜欢这个别人搞民宿的，你要做这个可能得扒层皮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啊，问题。那么当然，如果你搞不定，那你就别开啊，那等于就是如果他真的不想让他开，那他到时候再出新的规定呗，出更多的规定呗，要你提供更多的条件呗，啊，这是其中一个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之前针对民宿把游客赶到酒店里去，肯定是当局想做的事情啊哈。把这个游客赶到酒店里有3个好处。第一个，北京的酒店都是国企啊，国企挣点钱，现在经济不好，让国企挣点钱，这是一个。第二个，便于管理啊，现在酒店都是跟公安局是联通的，所有的客人一来，证件马上公安那边就有，所以基本上它能够控制，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一个是疫情的问题啊，疫情的问题。你虽然它打了十几亿，覆盖了十几亿人口，但问题是这个疫苗有无效，谁都知道。那么让它控制在酒店里还好办一点，所以基本上这3点，我觉得它有这个动力，把这个游客赶到酒店去。那但是你想一下，北京有这么多的民宿，都指着这口饭吃，你这一下子把别人的饭碗给端了啊，这也是当然北京不是没有干过这种事情啊。2017年大家记得2017年这个清理广告牌记得吗？那这个一个月清理了多少广告牌？就是那种屋顶上的广告牌，9000块广告牌。然后2017年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什么呢？清理低端人口，这北京干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啊，这都是这个新领导上任干的事情啊。低端人口2017年的11月份开始，40天安全隐患大排查，11月20号开始40天，把这些人赶走，赶走，大冬天啊就往外赶啊。好吧，那我们就讲讲这件事情呢，我们会持续关注啊，因为民宿这件事情，特别是民宿啊，特别是北京的民宿啊，很多人去北京希望能够住一些有特色的这个民宿，这样一关，这个生计就受影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讲这个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这是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9月1号开班啊。那么中央党校大家都知道啊，中央党校是隶属于中组部啊，是中共最高的一个培训机构啊。那么通常来说呢，这个从胡锦涛到习近平都是一样，就是当他还是当副主席的时候，当他在做副主席的时候，就兼这个中央党校的校长。然后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中央党校是中共培训干部的一个机构，所有要提拔的干部都会经过中央党校的培训，一年脱产，大部分是一年脱产啊，脱产1年在那上学训练啊，培训，培训就是提高党性培训你当大官儿啊。那么这个时候，所以呢，储君呢就兼中央党校的校长，然后呢，当然可以带队伍了啊，带自己的队伍，意图是这个意图。所以这个胡锦涛做过中央党校的校长，然后这个习近平也做过中央党校的校长，然后这个讲话的这个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这个很厉害，这个要讲一下啊，简称中青班。中青班是
中央党校举办的这个高层次的领导干部培训班。那么通常是脱产学习半年到1年，从大部分情况都是一年。那么招收的学员通常为这个司局级干部或者叫地厅级干部啊。那么专员或者是厅级干部或者司局级干部啊，正职或者副职啊。从95年开始，中组部把这个中青班的定位在省部级正副职官员的这个梯队建设，就是这些人是为省部级的正职或者副职做培训啊，培训他们作为后备干部的储备啊。那么基本上在这个班上出来的人，而且他会有专人的跟踪这些人的后面的发展，所以这些人出来的至少是部级干部啊，省部级干部啊。所以中青班里面的学员都不能小看啊。这是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个中青班有多重要啊。魏建行是江泽民的中纪委书记啊，纪委书记啊。那么他是80年第一期中青班的学员，他当时是什么？东北清合金加工厂的党委书记魏建行。胡锦涛是81年的第2期中青班的，当时他是甘肃省建委的副主任啊。然后是郭声琨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啊。郭声琨是95年第12期中青班啊。他当时是这个有色金属南昌公司的经理、党组书记，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啊。胡春华是96年的第13期啊。他当时是西藏山南行署的专员啊，就觉得地级干部啊，地级干部。孙政才就是被江泽民指定啊，不被这个胡锦涛指定做这个习近平的接班人的啊。他是2000年的第16期，他当时是顺义区的区长，后来做到这个他在哪个位置上下来的？在重庆市委书记啊。那孙政才是2000年第16期，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中青班不是一般人，都是中共拿来干什么？去往更高级别往上跳。你看魏建行当时是个厂党委书记啊，所以基本上这些人都不一般啊。习近平做了总书记之后，然后这个中央党校的位置就还给了谁呢？中组部长。中组部长是叫陈希，现在的中组部部长陈希啊，政局委员啊。那么陈希是什么人？陈希就是帮助习近平抓人事啊，中组部嘛啊。习近平抓人事就是依靠陈希。那么陈希所有司局级干部都从中央党校过一遍1年的培训。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陈希呢就当然除了现任的以外，这个潜在的备选的干部他也过过手。那陈希就在这个岗位上把关选人，然后在全国范围之内，这个各个主要领导干部的岗位帮习近平安排人啊，安排上去啊。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这么信任陈希呢？这个岗位这么重要。习近平跟他是大学校友，他不仅是校友，还是同班同学，不仅同班同学，还同宿舍，不仅同宿舍，还是上下铺啊。他跟陈希是这个关系啊。而且习近平当时因为这个习仲勋被打倒，所以他入党9次不成功，第10次写申请书啊。这个介绍人其中一个就是陈希。陈希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党支部书记，所以有他在那背书，
习近平就过了啊。所以这就是陈希为什么跟习近平关系这么好。所以每届习近平上来之后，每届中青班开班，他都去讲话啊，然后这个陈希来主持，然后还有人陪，谁陪呢？三个人陪，王沪宁陪啊，王沪宁每次都陪。这个习近平开创了一个政局常委陪总书记的这个记录，以前没有过啊，以前不会，以前通常不会政局常委去陪总书记出去做事。那这在习近平这儿，王沪宁这个开了这个先河。还有一个是丁薛祥，丁薛祥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就是习近平的大内总管，就是丁薛祥。丁薛祥江苏带出来的。那么另外一个叫黄坤明，黄坤明是中宣部部长，是习近平在福建难得在福建带出来的几个干部啊。所以你可以看，习近平是他很习惯在熟人的环境当中去做事情啊。你可以看到没有啊？全是熟人，而且这事儿一直在这么干。然后今天上午啊，习近平在这个讲话，整个讲话不太长，我选其中一段啊，来分析一下啊，因为这一段有点共性。过去4届我翻了一下，过去4届都有这么一段，这么一段呢，对国际形势的一个说法啊。他这么说，他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天天是大变局啊，加速演进，然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刻，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土不让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啊，就讲了这段话。这段话呢，我比较了一下啊，从2019年的中青班到现在，总共有四个中青班，这4个中青班的讲话都不一样，都是讲国际形势。那么你可以看这段话讲出来，我有几个感受啊。第一个感受，习近平遇上难事儿啊。这个难事儿有哪些难事儿呢？你看，第一看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肯定是遇上难事儿啊。你这话讲的已经是叫背水一战的感觉。你这段文字出来就是背水一战啊。中美关系肯定是讲中美关系，在中国的对外关系的基础就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那么第一个就是中美关系，第二个当然是国内形势。国内形势其实你现在看，国内形势是有点乱的。乱在哪儿呢？乱在3个方面。第一个，经济下滑，这倒不是一个特别意外的事情。经济下滑其实从2019年已经开始感觉的很清晰的了。我们当时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经常讲，今年可能是过去一段时间最差的一年，可能是未来最好的一年。我们经常2019年已经开始讲这个话。所以经济下滑并不是现在国内形势有点乱的原因。国内形势有点乱的原因，我觉得大概是，一个是习近平施政有点神经刀了啊，今天搞一下，明天搞一下，天天在搞事儿，就是搞贡献做的少，挑事儿做的多。你看北京，你看一口气这个把别人几万家这个10万家小10万家吧啊，小10万家那每一个家后面都是一个家庭啊。那你很多是一个村子在改成民宿，你就把人下架，你怎么弄？这么多人吃饭呢，现在经济形势又不好，本身游客就非常的少，你难得有点活动，能挣点钱，你把别人生一点。所以你可以看，
习近平这种神经刀式的这种打地鼠，搞得各个行业都很混乱。你看教育行业现在肯定是一片混乱的，从里到外，从这个叫什么这个义务教育到教培，全部都是一片混乱，感觉各个行业都在天下大乱，这个演艺圈也在天下大乱，互联网行业在天下大乱，都在天下大乱。你感觉，所以国内就你感觉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对习近平来说，我觉得他的连任是有点问题，所以他的这个，所以你看，感觉他这种口吻没原来那么豪迈。习近平喜欢用大词儿啊，他们帮他写稿子喜欢上大词儿，上来就是全球治理啊，意思就是我要管理全世界的事儿。现在你看，现在讲什么？讲丢掉幻想，都已经开始讲丢掉幻想啊，这说明他遇上难事儿。还有一个就是心态有点复杂啊，有两句话，你看他说那个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这难道不可以？不是应该？现在又不打仗，现在又不打仗，这个天下太平，基本上，你看这个美军都从阿富汗撤军了，对吗？天下太平，没有打仗，没有打仗，怎么就不想过太平日子呢？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心态，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本来就是应该要老百姓，你就应该想着过太平日子，而且帮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你说总想着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你这话讲的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国家主席，一个总书记，你是什么心态？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要有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这个话讲的，老实讲，你越是高级干部，越是高级官员，你越要什么？你越要胸怀天下，越要帮着老百姓做事情，对吗？怎么会是这种心态呢？不信邪，不信邪是什么话？你经常遇到的中共经常是这个我不信这个邪就麻烦了，这要出大事儿。我就不信这个邪，这个水坝就真塌给你看。中共一说不信邪，老百姓就得倒霉。所以你可以看这些话讲的都让人不当软骨头，那你要当硬骨头。硬骨头你硬在哪儿呢？问题是，你硬气可以，但是你得有底，你得有足够的底气。你没有底气，你硬气啥？你就像这个胡雕盘，天天在那吹牛，那就叫吹牛。没有底气的硬气，那就是吹牛，没别的啊。所以你看，你这些话讲出来，你感觉有点像什么？叫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儿，就这种。而且他心情非常复杂，讲话都不着调，感觉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就跟刚才你比较之前他在这个中青班的讲话，就少了豪迈啊，那原来很豪迈，那气场很大啊，那现在就少了。第二个还是大词儿少了，你看这段话里面就一个大词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这一个大词儿没了。那不是，那以前那个大词儿搭着大词儿往上落，大词儿没了。然后你看他讲的事情的视野也窄了，而且视野集中在国内了。那原来不是，原来在中青班讲话上来就放眼全球啊，那基本上那种心态，那种讲话的宽度啊。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你可以看啊，就你看啊，我们先比较19年秋季9月3号，这个中青班开班啊，这个最好卖的啊，你看听一下，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啊。那么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胜利实现我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然后他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而是长期的，甚至要伴随着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要增强四个意识、四个坚定、两个维护啊，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哎，你看在2019年的时候，哎，这段讲话还是很豪迈的，很有这个激情啊。但是你对比今天这个讲话就不一样，就没那么冲了啊。然后你再对比一下这个去年的10月10号，这疫情刚刚结束啊，然后呢，中美关系又掰得很厉害啊，掰得很厉害。当时的情况就是基本上没招，因为川普不理，川普那个时候基本上把中美关系全部给切断了，连电话都不接，传真都不理，基本上是这样。那当时的情况，中国真的一点办法没有。那你可以看，习近平在2020年，这个秋季，中央党校10月10号啊，培训班开班10月10号，他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啊，他只会说这个大变局啊，外部环境出现更多不稳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明年我们将进入“十四五”时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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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击新冠疫情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扎实做好6稳工作，全面落实6保任务，夺取全面胜利，还需要付出持续的努力。这个话讲下来呢，就明显的气短了很多啊，跟这个1919年的这个相比而言，这个气就短了很多，明显的就要开始叫扎实工作啊，什么6稳工作啊，6保任务啊，这已经开始讲这个了，要6保了，要6稳了，但已经不是这个全球治理这么说法了。好，到了这个今年的3月1号是中青班的又开班，今年开2班啊，开2班。然后他这么说，他说：“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果，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他为什么讲这番话呢？因为马上就要7·11，那中共百年党庆马上要开，然后3月1号开这个党校的这个中青班，所以他是这番话呢，是就着7月1号马上要百年党庆的这个环境下讲，所以他上来就讲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啊等等。同时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仍然面临着许多难关和挑战，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啊，赢得民心啊，就是明显气儿没那么足，但是呢，就着后面要开的这个百年党庆，还得把调子拉高，但是气是不够的。整体上你可以看到啊，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讲话，你可以看
习近平的心态发展到今天，我总的感觉是什么呢？我总的感觉是有点乱心态有点乱事情也有点，这个局面也有点乱啊，大体上就是这样。我们就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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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讲。今天没有太多的大新闻，我们就讲讲这些，分析分析后面的一些思维和想法。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明谢一下Jumbo HJ1985，谢谢 Mike 猪，谢谢苏晨，谢谢纠正是郭声琨是政法委书记OK。丁薛祥是习在上海的大秘 OK 情绪非常欣赏王水不断的在节目中修正自己的看法。王水的节目真的是一款相当不错的追踪时事新闻的自媒体节目，而且我注意到王水的每期节目都有10几万甚至接近20万的观看量，支持王水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你。我们做这个节目呢，我们给自己设定一些目标那么当然在每个不同的时期，我们设定不同的目标。那当然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网友说的很对，我们当然是在追踪新闻追踪，虽然我们不是一手新闻当然自己要当记者或者是派记者出去取得一手新闻，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做到这个，但是我们还是要追踪最新的新闻，所以我们要快这个我们要做到，这是我的专业上的要求，就是说我们要尽量的在事情一出来的时候马上做出回应这个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们这个工作做的还是比较好就是我们是比较快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这里得到最快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保证我们的节目制作的精良度节目内容的精良度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内容的准备。我们对每个内容进行充分的准备吧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迟到内容准备比较充分那当然解读分析对比，我们又通过这种方法，其实新闻的方式很简单不复杂。我们在处理新闻的时候，第一个是解读解读。你比如说像北京整治民宿，它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它指向什么？那我们的解读就是它指向是北京冬奥会这就是一个解读解读是最困难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你比如说像习近平这么说，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是解读，一个是对比。今天我们的习近平的这个讲话，我们就用了对比的方式，我们把过去4期中青班的讲话拿出来对比，而且拿出相同的内容进行对比，对比可以发现差异，新闻是比出来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寻找他们之间的联系你比如说这个自媒体抓财经自媒体原因是什么？原因经济很差到什么地步？我们可以告诉你，你看 PMI 数据现在一下跌穿了50，它对比，它是找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就是新闻。所以呢，我们通常就是我们用这些非常常用的这种我们叫这个分析方式或者分析方法，把我们的内容，而不是仅仅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我们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发生，它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它的影响在哪里，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所以也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网友不断的给我们支持也给我们提意见。你看刚才网友告诉我说郭声琨是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是政法委书记，你说的对
原来是公安部长，我看的资料看那个资料没有更新啊。好，谢谢大家的鼓励啊，谢谢大家的纠正啊，我错了，我一定会改，因为新闻就是会发生错误，新闻也必须更正错误的部分啊。情况，住在北京民宿的人不光是去观光旅游，很多是去北京看病啊。为了挂号挂专家号，要在北京等很多天，排上专家号之后，看病住院需要很多天，很多病人住院手术期间，家属都是住民宿的。OK，哎，真的是，我一想到这个，我就想起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看见有一些，就是经过我们经我上班会经过一个医院，忘记叫什么医院了，有点叫什么医院啊？我去，还是个很有名的医院，呃，忘记了，就经常看见很多人在那排队。哎呀，我就觉得大冬天那风吹的，还是在那排队，真的是共产党真的是治国无方啊！观点：中共和习本人其实已经预见到他未来的命运走势，如同原苏联的衰落和瓦解，都是他的经济模式无以为继和经济状况持续下滑无力支撑，臃肿的体系和庞大的军事力量，直至崩塌瓦解解体啊！中国当下的经济和外部环境同样如此。承接苏联解体的俄罗斯，在普京连任后，俄罗斯对能源经济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共未来对低端制造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现在就在加大打击教培等青少年力度，以防范未来无对等工作可找，同时迫使洗脑的青少年接受。嗯，老实说呢，我觉得把中国现在和苏联进行对比的这种条件越来越小了啊。中国和这个苏联的相似度越来越小，所以当然从很多层面来分析了，当然从这个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对比，从这个经济结构、从政治结构等等，你进行对比，你会发现苏联和中国的相似度在减少。所以，特别是，很多人认为苏联是因为庞大的军事力量，它无以为继啊。其实我看过的资料告诉我，我自己的结论是什么？苏联其实是破产，军事力量是一个方面，但是真正的原因是苏联是破产。苏联的破产，军事上的开支没有节制是一个方面，但是并不好。到后期，苏联在军事上的支出已经很少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他没有办法实现粮食自给。他没办法实现粮食自给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农业，他的整个集体农庄已经崩溃了，已经瓦解了，完全不能够生产粮食。当他不能生产粮食的时候，他就进行大量的进口粮食，而那段时间出现的情况是什么？石油价格暴跌啊，就是石油价格不是暴跌，是持续在低位。它其他的制造业没得出口，它只能是靠石油出口，而石油价格又在低位，持续了很长时间。它出口得到的外汇没办法支付它的这个进口粮食的这个费用，结果它最后是破产，活活的破产，是这样的原因啊，是这样。到后来，他已经没办法解决他的债务的问题，没办法解决他的债务，所以整个的经济就已经没办法运转下去，是这个原因。就是说它并不完全是费用的问题，说不我的费用越来越大，所以我最后把它压塌了，不是的，它是失去了造血功能，它的经济失去了造血功能，
它的经济失去了造血功能的结果，就是它崩溃、破产。苏联瓦解，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当然，伴随着这整经济的解体，是整个社会的解体啊，社会的解体，包括苏共自己的解体，因为没什么，因为你没有饭吃，没有饭吃都在解体。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很多人把中国现在的情况跟苏联比，没办法比，为什么？实在是差别太大。中国现在还是财大气粗的，啊，这是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没那么容易崩溃，因为中国仍然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虽然它的经济在下滑，虽然它的经济在恶化，它的很多能力已经，我说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政府功能，因为它财政困难。但是苏联还是没办法跟现在的中共比，那天差地别，它的财力差别是就无可比拟，这个没办法。所以我经常看到有网友拿现在的中国跟苏联比，然后就认为中国会因为它的维稳经费太高，它的军事开支太高，导致它解体。这件事情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发生。为什么？以现在中共的财政水平来看，中共不会因为它的这个你刚才讲到的什么维稳经费啊、军事开支而出现财政崩溃的情况，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当然，随着经济的下滑，经济往下走啊，中国经济增长会维持在一个低的水平，比如3%到5%之间啊。我认为，其实从去年开始就进入一个这样的状态，低增长周期。但是它并不是不增长，也不是暴跌，它是仍然在增长，只不过是车子慢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虽然地方政府财政在崩溃当中，但是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太困难啊，有有很困难的地方，但并没有那么困难。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只要把这个财政负担，就是财政供养的人口减少就可以了。就现在财政供养的人口实在太多，他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事业单位的改革。事业单位的改革大体上是什么概念？就是他把供养的人口减少一半。如果把供养的人口减少，事业单位这部分减少一半的话，基本上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就会减少大部分啊。所以并不是没有办法，是有办法的。只不过呢，你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这个进展很慢的原因，是因为习近平东打一枪，西打一枪，左边打一个老鼠，右边打一个老鼠，在干这个事情。所以实际上，我说习近平是卧底是有道理的。那习近平在破坏他们自己的这个情形，所以没有我还是那句话，中共没有那么容易倒台，中国经济也没那么容易崩溃啊，我们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才行啊，好吧？观点，习所说的太平日子是中共集团的太平日子，而不是中国国民的太平日子。内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持续恶化，以及外部竞争压力的持续增强，会持续激化中国国民和中共集团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形之下，中国集团的太平日子会越来越难以为继。所以在矛盾激化到中共生死存亡的临界点前，习会各种斗争，先下手为强，把国民洗更多的脑，同时尽可能的控制、压制中国国民，并对任何中国国民为了生存的反抗进行斗争。OK， 提问：中国的对外关系既然要依靠美国，为什么要跟他对着干？这就叫又斗争又合作啊！中共的策略就是中共对美的策略基本上是3条，就是又合作。合作是什么？
合作它需要美国，需要美国的资金，需要美国的技术，需要美国的市场，需要跟美国合作这是一个。第二个斗争，为什么要斗争？美国是中共的敌人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把美国当做敌人，把美国当做终极敌人。国内的敌人都不是终极敌人，国外的这个才是他终极的敌人。为什么？因为中共是苏共的这个分支机构中共是苏共的支部，苏共从一开始就把美国当做他终极敌人，对吗？美苏对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以要合作，要斗争。第三个什么？要搞鬼。什么叫要搞鬼？搞鬼是什么？搞鬼是第五纵队。为什么？正面力量打不过他，那我们就从侧面力量去打他，去搞他。这就是第五纵队，这就是大外宣，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地下组织，就搞这个嘛，挖地道呗。这中国很熟练这事儿，所以基本上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就来去来回就这三条，只不过呢不同时期强调哪一条不同而已。你比如中美关系，比如说6·4之后，合作为主，主要以合作为主。你比如说最近过去5年，斗争为主。为什么？我已经大起来了，我要把手伸出去，就以这个像那个什么荣这个什么灿荣这他说的，我们现在已经很大了，大的多大？我蹲在那儿都藏不住了，那我还怎么韬光养晦？韬不了光，养不了晦，那我就得把自己伸出去。伸出去的意思是什么？那叫对抗嘛，叫斗争嘛。这就是中共的对美的态度提问：习现在一系列的政策是为了打击对手，夺取权力，获得更多的资源，还是习真的为了理想在乱折腾？都有。我觉得是这样，2条。第一条，他真的要争取，他的连任不笃定。他的连任不笃定的话呢，他就要斗争。他要斗争呢，就要出击。那要出击呢，他会的就这几板斧嘛，对吧？他就会这几板斧。你能力强的人呢，通常我要获得其他人的支持和认同。能力强的人就是我建设，我盖出一个大厦来，不错吧？对，挺好。认可我，认可那我就当总书记呗。那你能力没那么强，那怎么办？我就把这个大厦打成危楼，服不服？不服我就给他打塌了，大家全埋在底下。服的是吧？那我当总书记。这是不同的能力状态的人，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做法。所以他的乱折腾，他就会折腾；他的斗争，他的争取，他只能折腾，你只能用折腾的方式来争取。那你看到的，他不断的在折腾，没停情况，习第一任时，查移动腐败窝案检调机关接手后，非常直接的说，他们太多钱了，你们太多钱了，就是要查你们，你们倒了，别人才有机会。讲给大家听。现在各行各业查的都是头部优秀企业，娱乐圈整的都是顶流结论，也许习有一点理想色彩，但追随他的人100%绝对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重新瓜分利益。市场竞争不行，就靠行政手段，打着反腐、反垄断、民粹的旗帜。非常正确，讲得非常好，很好。情况，大连的日本风情街被关了，8月21号刚开，10天就关了，跟滴滴在美上市一样。以后谁还敢去中国投资那是。为什么？因为它是日本风情街，而且不仅是日本风情街，而且蜂拥而去那是这个场景，那是这个领导看了心里不舒服
提问：王老师8月29号通稿，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是习近平对党内反对势力的威胁。那为什么之前用反腐败的名义，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等反对习的大佬，而这次用核弹级的发动文革的运动？嗯，第一，这篇文章不是发动文革，他是想要发动文革，或者是用发动文革的样子啊，这是一个，这不是通稿啊，这还真不是叫通稿。通稿通常讲的是什么？通稿讲的是新华社发的一篇稿子，全部新闻机构全部采用，这叫通稿。就新闻我们叫大广播啊，大广播就是新华社以前的那个机器啊，就是新华社发稿子的机器，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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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往外走，吐字吐这个打了字的这个稿子就往外跑，我们叫大广播。大广播基本上所有的报社都会订各个通讯社的稿子，那叫大广播。大广播呢发出来的稿子叫通稿。那么这篇稿子呢，这个作者呢是一个退休干部啊，他发的稿子发在哪里呢？发在他的个人公众号上，所以这不是通稿，这也不是党内的决议，所以肯定不是发动一场文革。发动一场文革是516通知，516通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要发动文革，那就发动了。那这个呢是习近平的一个私货，所以他走不了这个程序，没有走党内的程序。党内的程序是这件事情，这篇稿子要出来，一定要经过政治局，政治局过了，同意了，变成决议了，通过新华社发通稿，那才叫发通稿，这个不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认为他是个试探，他是来把这个稿子当做一个空气，放一个信号出来，看看大家什么反应，看看大家什么反应，而且他也做一种威胁。你可以看，你看，我想发动文革，我可以发动得了。所以他之前的铺垫是什么？他之前铺垫的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诉求对象是谁？就是低下阶层，肯定是中产以下的阶层。为什么？中层以上的阶层对共同富裕没兴趣，对吗？你说是不是？当你喊出共同富裕的时候，对谁有吸引力？对中下阶层有吸引力。然后再才出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什么？是试探，也是威胁，大概是这样啊。提问：王老师，杭州开亚运会会不会整治杭州的民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整治民宿，我只知道北京这次整治民宿是为了北京冬奥会啊。情况我以前租的房子隔壁就是做民宿的，天天都有陌生人进进出出，吵吵闹闹，邻居都有怨气。我合同到期就退租了。这次北京政府对民宿进行监管，我不知道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嗯，你的意思就是说民宿不好，有问题，民宿有问题，民宿不仅仅是这个问题，民宿甚至会有凶杀案。那你想一下，民宿它在它在民居里头，然后它变成了一个公共场合。民居是什么？民居是私域，私人的领域叫私域。结果呢，这个私域呢变成旁边有人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的地方叫公共场合。那你的私域被公共场合破坏，那当然民宿需要管制，这个没有疑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你就要规划好。其实每个国家对民宿都有不同的规划。你比如说日本，日本有很清楚的规定，在这个什么地方可以开，什么地方不可以开，有些区域是不能搞的，有些区域是可以搞的。这取决于谁呢？取决于民意。为什么呢？因为民宿发生在居民区，
那么我们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件事情有多么接受，那么应该由谁来决定？应该由老百姓来决定。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开放，没关系啊，经济数很好，我开放，那就开呗。而我们不喜欢这样，那我们就关呗。所以应该是由老百姓来决定。但现在的中国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官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问题。你的立场应该是站在这里，应该是以老百姓的利益为依归。那么老百姓开民宿的也是老百姓，住在这里的居民楼的人也是老百姓，他们怎么去协调？他怎么去制定一个规则来让这件事情既让老百姓接受，又能够让这些人，你要别忘了，很多人靠民宿养家的，所以你不能够光想自己，你得想想别人。所以这件事情要用一个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是非常典型啊。所以你的立场，我觉得大概应该是一个这样的立场吧啊。提问：政府通过高房价来收割老百姓的劳动成果，是经过顶层设计的，还是各地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自然发展出来？嗯，老实讲呢，我对高房价收割老百姓的这个说法，我是不同意的啊，这是非常民粹的一种解读啊。房地产呢是一个地区财富的积累，就是高房价不是说你想让它高房价，它就有高房价的，不是的啊，不是的啊。说我想把这个地方变成高房价，它就高房价了。哪那么大本事？有那么大本事，早10年去干嘛去了？1960年的时候，为什么不搞整个高房价出来？地方那个时候人都饿死了，搞个政府高房价多好，大家都有饭吃。为什么当时没有高房价？高房价不是政府拔出来的，高房价是什么？房价是房地产是经济的结果，是地方这是某一个地方财富的累积的结果。就是你挣钱，攒上10年前房价涨一点，再攒10年前房价又涨一点，再攒10年前房价又涨。哦，突然你发现你这个地方很好，所有的钱都往你这里跑的时候，房价砰就上去了，理解吗？政府有没有本事来控制这件事？政府基本上没本事来控制这事，但是土地制度会影响这件事情。但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什么？财富的问题。你把地勒着可以啊，你勒死它都没用。为什么？大家穷得叮当响，你房价一两百万，没有人买得起，一样的没有效果。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经常有人讲啊，政府我不是说我帮中共解释啊，很多人觉得政府的是万能的啊，政府想让它上去就上去，想让它下来就下来。你好好的看一下中共的政策，你就知道。研究把这时间跨度拉到30年、40年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很清楚。中共是打哪指哪，他从来不是指哪打哪，是打哪指哪。你现在调控房价，调控成功过吗？没成功吧？他其实不真心调控，但是他真没办法，真没办法。所以这些问题，所以大家要理解房地产是什么。房地产并不是政府想让它上就上，想让它下就下，不是这样啊。他愿意。其实中国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基本上在经济政策上，我还是那句话，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然后打哪指哪，基本上是这样，天天吹牛逼。观点，很多人套用旧文革的过程和形式来判断新文革。我想说，不会完全重复上一次。我的判断只是没有在失去理智的打击某些东西，也没有挑起民罪情绪。有的话，它就是新文革。OK，提问是不是只要掌握了军权，就算在党内受到再多的质疑，也能顺利扛过去？也不一定，那不一定啊。为什么？
我们还是要理解中共的政治文化。如果理解中共的政治文化，你就知道政治局常委是没有军人的啊，然后军人里面只有军委副主席是政治局委员啊，军委副主席，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军队的地位在党内的地位是不高的啊，所以就算你掌握了军权，你不一定能够得到很高的政治地位。所以这个你说的这个话就不对，不是这样，政治游戏不是这么玩。那如果说啊，你说只要我控制了这个8341部队或者是中央警卫局，我就控制了中共。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中国怎么会有今天呢？你说呢？啊，观点：中国社会的底层可能比较拥护打击教培行业，因为现在的中国基础教育太乱了，很多老师相当腐败，上课不好好讲课，课后让家长帮着批改作业，更有甚者让家长轮流看自习，学生学不会，只能去补课，最后的结果是家长掏空了钱包。公办老师的责任心越来越差，因为他们不用心教，学生的成绩也没下降。我觉得教培行业不应该向基础教育延伸，只要提高公办教师素质和待遇，对公办教育收礼零忍让，让每个孩子有公平教育的机会。你这不就是中共说的这套东西呗？第一，中共把教育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啊，公办教育搞成这么烂，是中共的责任，这不是教培行业的责任。这是第一个。教培行业为什么会延伸到基础教育？原因是公办教育的失败。中共是不是应该让公办教育成功呢？至少你要保证公平，你要兜底。公办教育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公办教育的社会责任就是保证教育公平。中共没有做到这一点，然后他把教培作为他教育失败的背锅侠让他去背，当然是不对啊。中共整个的教育体系，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大学高等教育，其实都是失败啊，完完全全的失败。完完全的失败有很多的方面啊，你刚才讲的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基础教育的失败和高等教育的失败都是完全的失败。这跟中共的教育理念和对教育的前置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教培行业的发展取决于什么？基础教育的管理。教培行业有没有发展空间？当然有发展空间。为什么？因为中国家长对自己孩子有这么高的期望，教培行业有大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它不是去替代基础教育，它现在之所以出现替代性的现象，原因是公办教育的失败啊，崩溃，其实是在崩溃啊，所以要把责任搞清楚，要把原因看明白。而不是用中共的理由来解释这一切。观点这篇文革试探文章是否也说明习的所作所为无法获得党内共识，只能通过私货方式拿出来？非常对，我认为是他过不去，过不去当然就找一个，他肯定是想过嘛，想试一下嘛，但肯定是试不成嘛，试不成那怎么办？找个私货呗。就是这是没有经过党的程序的。观点，我不认为中国房价会跌，中国的高房价根本原因是集权，中央拿掉了财政收入的大头，地方只好通过医疗、教育、土地产业化来增加收入。在中国最怕房价跌的是政府，从近期各个地方出现限价令、限跌令，就知道推高房价幕后的黑手是谁。你还是没有看懂，价格的原因。
你要搞清楚价格有什么决定，你就知道实际上地方政府在这个房价上是没有话事权啊，没有决定性的能力啊，决定性的能力都是一枪打完之后，然后赶紧上去画个圈啊，你看我又打中，没有，地方政府根本控制不了房价，它只是顺着大势反过来做一下而已，没有。房价跌不跌，房价跌不跌很多因素决定，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看到，整个的演化过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数据，手上没数据。中国既没有去收集这些数据，也没有提供这些数据的平台，所以我没办法去看到整个的演化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键性的现象，这些关键性的现象有启示性。我们得到这个启示，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是在预言什么啊，是告诉大家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很重要，大家要小心一点，就这个意思啊。情况8月28号左右，清华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个博士说，清华负责新冠病毒研究的实验室环境阳性而关闭，说白了就是有泄露，没人感染。OK， 好，明谢，新冠问候可爱的小熊猫。OK， 谢谢唐伟，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